咱们先来聊聊一个很常见的想法。一提到穷人，你脑子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不够努力、好吃懒做这些词？甚至觉得他们也只会乱花，根本帮不上忙。但今天咱们要跟着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脚步，一起去看看那些你以为的常识，可能花了整整15年，跑遍了18个国家的农村和贫民窟，没在办公室里空谈理论，而是像做临床实验一样，用随机对照实验去寻找真相。怎么做实验？很简单，比如在肯尼亚的一个村子，他们随机给一半家庭免费发蚊帐，另一半不发，然后观察疟疾的发病率有没有变化。在印度学校，他们给一部分孩子发按时上学的奖金，另一部分没有，看看谁的辍学率更低。正是这些扎实的调查，颠覆了我们很多固有观念。你看，印度尼西亚有个叫帕克苏达诺的妈妈，丈夫早逝，为了生计，她去雅加达当佣人。大儿子12岁就辍学去工地当学徒，即便生活这么难，她也没放弃。知道小儿子聪明，咬牙借钱供他上中学，也怕自己少吃几顿饭，也要让孩子多认几个字。这样一位拼尽全力的妈妈，你还会觉得她穷是因为懒吗？还有人说，穷人只顾眼前，才不管明天呢。可作者在乌干达发现，农民就算手里只有一点点积蓄，也会把钱分成2份，一份用来买吃的填饱肚子，另一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买化肥。哪怕知道明年可能遭遇旱灾，也想试着多种点粮食。这哪是只顾眼前，分明是在为明天搏一把。又有人说，穷人根本不想让孩子上学，那是他们目光短浅。但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调查却显示， 80% 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读到中学。他们真正的顾虑是，万一花钱花了时间，孩子毕业后还是找不到工作，那这些投入就全都打了水漂，亏大了。你看，穷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没想法，他们是被一堆看不见的陷阱给困住了。想给孩子买加点盐预防疾病，可村里小店就只卖普通盐。想贷款开的小铺，银行嫌他们没抵押不给贷，只能去找放高利贷的。孩子发烧想送医院，公立诊所里医生又经常不在岗，私立医院呢，根本负担不起。今天咱们就跟着作者的脚步，一起走进穷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一顿没营养的饭，一次没打成的疫苗，一本买不起的课本，这些被我们忽略的小麻烦，是怎么一步步把人推进贫困的深渊，让他们怎么也逃不出来的。咱们先从最基本的吃说起。很多人觉得穷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只要让他们多吃点。沾着在印度贫民窟的调查却给我们当头一棒。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作者走访了上百户贫困家庭，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这些家庭明明经常饿肚子，却会把收入的 30% 左右花在烟酒和节日聚餐上，反而减少了便宜又管饱的粗粮摄入。你可能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每天打零工赚的钱勉强只够买2公斤大米，可到了印度教的节日，他还是会借钱买羊肉糖果，办一场小小的家宴。垃圾不会过日子吗？不是的，每天重复着干活，饿肚子睡觉，生活几乎没有盼头，偶尔吃点好吃的，办场热闹的节日，是他们对抗绝望的少数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存在严重的信息差，大多数穷人根本不知道，缺乏碘铁这些微量营养素比单纯的饿肚子更可怕。印度有将近1半的贫困儿童就因为长期缺碘，上学后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差，这几乎是给他们未来的贫困埋下了伏笔。大且，穷人不敢做长期投资，今天要是省下一口粮去买富含营养的食材，万一明年遇上旱灾，苛领无收，一家人可能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他们宁愿先满足眼前的口腹之欲，
再说说看病这事，咱们可能觉得给穷人送些救命的医疗工具，比如藏疟疾的蚊帐、支痢疾的口服补液，他们肯定会好好用，可现实却很扎心。在肯尼亚的一个村庄，公益组织免费发放防疟疾蚊帐，可最后使用率还不到 30%。 作者去调研时发现，很多村民觉得蚊帐是给小孩用的，大人抗冻没必要用，还有人觉得疟疾是老天注定的，挂不挂蚊帐都一样。更让人无奈的是印度口服补液的案例，护士明明给痢疾孩子开了能快速补水的口服补液，可妈妈们却非要让医生开抗生素，他们觉得打针吃药才像治病，喝盐水根本没用。这背后的问题很复杂，穷人更相信看得见的效果，抗生素能让孩子快速退烧，可蚊帐防疟疾，口服补液治病，这些措施的效果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他们没耐心等。另一方面，政府的医疗服务实在拖了后腿，印度很多公立诊所的医生一半时间都不在岗，就算在岗，随便开点药就打发的，时间久了，穷人自然就不再信任公立医疗。穷人每天都要靠干活赚钱，要是花时间去领蚊帐，带孩子去诊所看病，在眼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健康之间，他们只能选前者。接下来聊聊孩子上学。不少人觉得穷人不想让孩子上学，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但作者在印度农村的调查却让我们看到了背后的无奈。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所公立学校，50%的孩子读到5年级，还远不缺1年级的课文。不是孩子笨，作者连续观察了1个月，发现这所学校的老师平均每5天就缺1天课，就算来上课也只是念课本，和其他老师聊天，根本不认真教。这样的学校，家长怎么敢让孩子一直读下去？很多家长心里都有个误解，他们觉得读书是要么拔尖，要么没用的事。要是孩子成绩顶尖，那读书就值。可要是成绩一般，还不如早点辍学打工赚钱，而且机会成本太高了，孩子多上1年学，家里就少赚1年钱。万一将来还是找不到好工作，之前花的时间和钱就全白费了。不过也有好的解决办法，墨西哥和印度都试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政策，只要孩子按期上学，政府就给家里发钱。就拿印度的试点来说，这个政策让当地孩子的辍学率降低了 30%， 因为他帮家长对冲了风险，就算孩子暂时成绩不好，家里也能拿到补贴，不用为了生计逼孩子辍学。最后说养孩子，咱们可能会疑惑，穷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其实不然，在孟加拉国的一个村庄，作者发现当地妇女大多知道避孕方法，可还是要生3到4的孩子。有个叫哈希娜的妇女已经有了2个女儿，却还在努力生儿子。她跟作者说，我老了以后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只能靠儿子养，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根本指望不上。这就是穷人的生存逻辑，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养儿防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很多贫困地区，女孩还会受到不公平对待。印度农村女孩的母乳喂养时间比男孩短，生病时也很少能得到及时治疗，夭折率比男孩高很多。非洲有些家庭为了给儿子凑彩礼，会让女儿早早辍学去工厂打工。不是家长不爱女儿，而是在生存优先的现实面前，他们只能牺牲女儿的利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麻烦，看不好病，孩子读不好书，养孩子压力大，其实都在慢慢把穷人推向更深的贫困。而这些生活上的困境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没法好好干活，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因为要养很多孩子，攒不下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些生活困境，
如何让穷人在钱袋子上陷入更大的麻烦。聊完了穷人的日常生活，咱们再聚焦他们的钱袋子。很多人觉得穷人攒不下钱是因为不会理财，贷不到款是因为没信用，做不成生意是因为没能力。但真相远比这复杂。其实穷人每天都在跟风险打交道，比如砍栽让庄稼绝收，可他们对抗风险的方式往往成本极高。在肯尼亚的贫民窟，作者认识了一个叫玛丽的小贩，每天凌晨4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卖水果。有一次他进货时丢了钱包，没办法，只能找放债人借钱，日利率高达 4%，69%，这意味着借100块1年后要还1800多块。可他没得选，不借钱就没本钱进货，全家都要饿肚子。他们知道种高产的棉花能多赚钱，但棉花需要经常浇水，万一遇上旱灾就会颗粒无收，所以很多农民宁愿种低产但耐旱的小米，哪怕赚得少也不敢赌高产作物。有人会问，作者调研发现，印度的农业保险条款复杂得像天书，农民根本看不懂，而且理赔流程特别繁琐，要跑好几趟政府部门，还得提供各种证明，很多人折腾半天也拿不到赔偿。时间久了，穷人就觉得保险都是骗人的，宁愿自己扛风险，也不相信任何保障机制。提到给穷人贷款，很多人会担心他们会赖账，但书中的小额信贷案例却推翻了这个偏见。印度有个叫斯潘达纳的小额信贷机构，专门给贫困妇女贷款，让他们做小生意，比如缝衣服卖蔬菜，机构不要求抵押，只靠小组责任制，几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互相担保。如果有人不还款，整个小组都不能再贷款。没想到这种模式的还款率高达 98%， 比很多针对富人的贷款还靠谱。可小额信贷也有局限，它能帮穷人活下来，却很难帮他们富起来。这些妇女贷到的钱大多只有几千卢比，相当于几百块人民币，只够进点货。想扩大生意规模，比如摆台缝纫机，租个固定摊位，钱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小额信贷机构也怕风险，不敢给穷人贷更多钱，毕竟穷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遇到意外，所以很多穷人只能守着小生意赚点零花钱，永远走不出小打小闹的圈子，还有攒钱的困境。咱们可能觉得攒钱只要省着花就行，可穷人连一个安全攒钱的地方都没有。在摩洛哥的农村，作者看到有妇女把钱藏在墙缝里，塞进床垫下，还有人故意不把房子盖完，不盖屋顶，因为盖完的房子会被亲戚朋友借走，没盖完的房子没法借，反而成了特殊的储蓄罐。不是穷人不想，是银行不欢迎他们。银行办理一笔存款的手续成本是固定的，穷人每次只存10块20块，银行赚的利息还不够付手续费。而且银行觉得穷人没信用，担心他们会欠贷不还，干脆就不跟穷人打交道。作者在印度调研时发现，有个农村离最近的银行有20多公里，穷人要花半天时间赶路，还要排队填复杂的表格，折腾一天下来可能还存不了钱。不过一些土办法反而帮穷人解决了攒钱难题，比如社区里的轮转基金，10户人家每周各存50块，凑成500块，燃料给一户人家使用。拿到钱的家庭可以用来进货，给孩子交学费，没拿到钱的家庭也能强制自己攒钱。还有机构给穷人发带锁的储蓄箱，只能存不能随便取，要到约定时间由工作人员开锁。这些简单的办法能让穷人的储蓄率提高 20%。 其实穷人不是不会攒钱，是缺靠谱的攒钱工具。最后聊聊做生意，很多穷人其实都是小老板，比如卖薄饼、修鞋子、摆地摊，但他们的生意大多做不大。
在印度的贫民窟，每6户人家就有1户卖薄饼，大家都在同一个路口摆摊，竞争到赚的钱只够买面粉。肯尼亚的小贩每天都要借高利贷进货，卖完货还了利息，剩下的钱刚够吃饭，根本没本钱扩大规模。作者指出，这些穷人不是天生的企业家，是被迫当老板，因为他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靠小生意糊口。而生意做不大的关键，他们缺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发展的台阶。印度新工厂附近的村庄，男人进厂上单后，每月能拿到固定工资，家里不仅能给孩子买营养的食物供孩子上中学，还能攒钱给女儿买书本。稳定的收入让他们敢投资未来，可那些没工作的穷人只能被困在赚小钱偿还高利贷，然后再赚小钱的循环里。其实穷人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难题，抗风险成本概背后都缺靠谱的机制和公平的机会，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穷人自己努力，更需要政策和社会的帮助。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样的办法能帮穷人把这些经济陷阱一个个打破。聊到这里，咱们再回头想想《贫穷的本质》这本书，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贫穷归结为穷人笨、穷人懒，也没有空谈等经济发展了，而是用15年的实证调查告诉我们，贫穷更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困住穷人的不是单一的大困难，而是无数个小障碍，是不知道加点盐能忽悠孩子大脑，是公立诊所医生总缺席，是想攒钱却没个安全的地方，是努力过后看不到希望的自我怀疑。这张网不是天罗地网，每一个小障碍都能被慢慢拆开。又像乌干达，一张登着拨款金额的报纸就能把被克扣的教育经费还给学校。肯尼亚，一片36美元的抗蠕虫药片就能帮孩子守住上学的机会。印度一个女性村委会主任的岗位就能让女孩们改变动静，这些改变都不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让穷人的生活往前挪了一步。很多人会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能做什么呢？其实不然，我们不用去远方支教，也不用捐出大笔钱，哪怕只是多了解一点穷人的真实生活，不再觉得他们穷是因为不努力，不再把给点钱就够了当成帮助，这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当你看到关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的公益项目时，愿意多问一句，多转发一次，可能就会让更多孩子吃上加点盐抗蠕虫药片。甚至在生活里，跟那些努力讨生活的人多一点理解，比如对小区里摆摊的阿姨多一份耐心，对送外卖的小哥多一句谢谢，也是在打破贫穷等于低人一等的偏见。真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遥远，有时候它则藏在那些我们以为微不足道的小行动里。消除贫穷从来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的过程。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也不是要等到全世界都富起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它藏在每一次对穷人真实需求的倾听里，藏在每一个精准解决小问题的行动里，藏在每一份我也能帮上忙的善意里。就像那些在困境里依然努力生活的穷人。印尼的帕克苏达诺饿着肚子也要供儿子上学，印度的哈希纳在内也想给孩子一个未来，他们都没放弃希望，我们也不该放弃。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蹲下来看清贫穷的真相，付出哪怕微小的努力，终有一天那些困住穷人的小障碍会被一个本挪开，贫穷它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